楚风小友对我诸葛家有救命之恩，进入传承阵法自然不是问题。只是楚风小友，以你对我诸葛家的帮助，你想进传承阵法多少次都可以。但我诸葛家如今已经被司徒界临门盯上了，打算离开此处，暂时隐居起来。楚风小友，你留下一个可以找到你的地方，待我诸葛家安定好，我亲自去找你。诸葛家家主说道。多谢前辈，我也不知道哪里可以联系到我，我只进去这一次，若是不行便算了。楚风说道。也行，楚风小友先进去，若是不行，我日后再想办法找你。但是楚风小友，进入传承阵法有2点需要注意。第一点，进入之前，阵法会进行简单的考核，这考核很简单，就是会来判断你有没有资格进入这传承阵法。以楚风小友的天赋，进入其中自然没问题，但是这考核会有一定的痛感，所以楚风小友做好心理准备，这样也更容易通过考核。诸葛家家主说道。多谢前辈提醒。那第2点呢？楚风问道。进入其中之后，还有一道考核，是破解一道结界阵法。这结界阵法是不固定的，所以我也不能提供破解方法给楚风小友，但以楚风小友的实力，你自己应该可以破解。破解之后会出现3道结界门，分别为黑铁榔头门、黄金石头门以及火焰飓风门。这3道结界门都是可以悟的传承阵法的，而黑铁榔头门与黄金石头门，就算是未能悟的传承阵法，也不会出什么事，可以反复踏入。可踏入火焰飓风门只有1次机会，若是无法悟的传承阵法，便会丧命于其中。这是司徒齐大人亲口告知的。我诸葛家曾有3位小辈踏入过火焰飓风门，都未能悟的传承阵法，无一例外，也都丧命其中。所以第2点便是切记不可踏入火焰飓风门。诸葛家家主提醒道。多谢前辈提醒，楚风知晓了。楚风说道。随后诸葛家家主来到那传承阵法之前，先是取出了一把结界钥匙。原来传承阵法外还布下了一道隐藏的守护结界。楚风小友，请将隐藏的守护结界解开后，诸葛家家主对楚风说道。见状，楚风则是打算直接踏入传承阵法。可是楚风刚刚靠近传承阵法，传承阵法的结界门内便出现了一股黄色的气焰，瞬息将楚风包裹起来。黄色气焰为半透明状，虽然如飓风一般将楚风缠绕其中，可是人们还是能够看到楚风的状况。而越是观看，诸葛家众人越是表情诧异。直到那黄色气焰消失后，诸葛家的许多人更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就连老一辈也是目瞪口呆。前辈，这结界门似乎可以踏入了，那考核是不是快出现了？楚风对诸葛家家主问道。诸葛家家主露出尴尬笑容，随后问道。楚风小友，刚才那黄色气焰未曾感受痛楚吗？当当的气焰吗？除了有一点呛鼻子外，好像并无其他感觉。想起来了，皮肤有一点痒。楚风说话间还抓了抓自己的胳膊，只是有一点痒吗？诸葛家家主再度问道。是。楚风点了点头。楚风小友果然非同一般。诸葛家家主笑着说道。前辈，该不会这黄色气焰就是您说的考核吧？楚风问道。不瞒楚风小友，那黄色气焰正是考核，我诸葛家小辈没有一个人能在那黄色气焰的摧残下毫发无损，哪怕诸葛飞鸾也是会疼得咬牙切齿，很多人甚至会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再也不敢挑战。但是楚风小友，你却……老夫不得不承认，同样是修武者，这差距未免太大了一些。诸葛家家主叹道。前辈莫要夸赞晚辈了，既然考核结束，那晚辈便进去了。楚风此话说完，便直接踏入了那结界门内。诸葛家家主，你说的考核是真的吗？该不会是骗我们的吧？圣光不语好奇地问道。老夫所言属实，若是不信，可以问问阴刃大师，他曾亲眼看到过我族小辈踏入传承阵法的样子。诸葛家家主说道。诸葛家家主说的是真的，而且我有观察过，刚刚的黄色气焰和之前的黄色气焰并无差别，真是不知为何楚风小友却能不受影响。诸葛家家主叹道。不愧是我们的楚风少侠。听闻此话，圣光白眉满脸得意。可忽然那传承阵法微微一颤，紧接着竟出现了2股力量，在那传承阵法的结界门之上，那是火焰与飓风，2股力量交融而成，宛如一体。糟了！可是看到这股力量出现之后，诸葛家众人却是脸色大变，就连阴刃大师同样是变得紧张起来。这是什么意思？该不会是楚风少侠他选择了那火焰飓风门吧？圣光白眉看众人反应，便意识到情况不妙。楚风小友怎如此不听话？明明提醒了他为何还要选择这道门啊？诸葛家家主很是无奈的叹息起来。他虽然没有直接回答圣光白眉，可是他的这番话却已然给出了答案。可是很快，那结界门开始剧烈颤动起来，那结界之力开始变得恍惚，传承阵法的结界力量便开始向结界门内倒涌而去，就仿佛传承阵法的所有力量都被结界门内的东西吸走了一般。很快，传承阵法的结界门都变得虚幻起来，那个样子眼看就要彻底消散。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将心提到了嗓子眼。这结界门若是消散，不是说明楚风要被困在其中？然而就在传承阵法结界门消散之前，一道身影却从中飞掠而出，而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楚风。当楚风出来那一刻，诡异的一幕发生了，结界门仅剩不多的残余力量并未再继续向结界门内涌去，反而是向楚风的身体涌去，并且此时楚风的身上还散发着结界之力。感受到楚风身上的结界之力，所有人都是大跌眼镜，那股气息乃是龙变6重。再看已然消散的传承阵法，再感受楚风所散发的结界之力，不用人说，大家便已经知道了结果。楚风他显然是已经得到了传承。这一刻，阵阵到吸凉气的声音不断响起，皆是传自诸葛家之人。诸葛家众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年，诸葛家不知多少后辈曾踏入过传承阵法，可都未能得到传承的传承阵法。
楚风竟然如此轻易的就得到了，他明明刚刚踏入传承阵法，连半炷香的时间都没过去啊！难道天才的差距真的大到了这种地步吗？诸葛家家主仰天长叹：“楚风，你成功了！”笑笑公主最先来到了楚风近前，满脸的激动与喜悦。而尽管大家早就已经有了答案，可还是等待着楚风亲自说出这个答案。只是我似乎天赋有限，虽得到了司徒齐大人的传承，但我的结界之术却也只是达到了龙变6重，并未达到龙变7重。说起此事，楚风的脸上有着几分惭愧。楚风小友，你可别谦虚了，这传承阵法，我诸葛家小辈曾踏入过多次，可都未能得到传承，而你踏入其中，连半炷香的时间都没有到，便得到了司徒齐大人的传承，足以证明你的天赋有多过人。至于龙变7重，只是传闻罢了。诸葛家家主说道：“前辈，抱歉，这司徒齐大人的阵法明明是留给你诸葛家之人，却被我所得，这份恩情，晚辈日后会补偿。”楚风说道：“楚风小友，你若是这样说的话，可就等于是打我们的脸了。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诸葛家已经灭门。这区区传承阵法，又能算得了什么？况且司徒齐大人曾说过，这传承阵法能者得之。其实我诸葛家早就准备妥当，准备离开此处，就是想要将传承阵法迁移走，有些麻烦，而将其留下，我们又舍不得。现在好了，传承阵法没了，诸葛家也可以放心的走了。”诸葛家家主说道：“前辈，若是这样说，你们是早就知道司徒界临门的人会来？”楚风好奇的问道：“是，早在1个月前，曾有人提醒过我诸葛家，司徒界临门的人会来我诸葛家，让我们尽早离开此处。”诸葛家家主说道：“1个月前是何人？”楚风越发好奇，不仅仅是楚风，圣光白眉、念天道人以及阴刃大师都是满眼好奇的看着诸葛家家主，他们也都想知道是何人，居然能够知晓司徒界临门的意图。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但那信函却给了我们不得不相信的理由，具体缘由不方便说，还请楚风小友见谅。诸葛家家主说道：“不会不会，楚风自然不会怪诸葛家家主，哪怕他是救了诸葛家，但也不能就让诸葛家什么都告诉他。既然诸葛家家主不愿说，必然也是有着他的理由。那诸葛家主，你们何时动身？”就在此时，阴刃大师开口了：“事不宜迟，我们准备这就离开。”诸葛家家主说道：“可是这诸葛家还有许多大阵在。”阴刃大师说道：“皆是身外之物。”诸葛家家主笑着说道：“既然你们要走，那不如将灵魂疗伤阵借我一用。”阴刃大师说道：“阴刃大师，你借用灵魂疗伤阵有何用？”诸葛家家主说道。阴刃大师没有回答，而是看向了楚风：“楚风小友，你现在虽得到传承，可只是龙变6重，就算你有手段将你的结界战力提升到堪比龙变7重，那也只是结界战力，不代表结界之术可达到龙变7重。正常来说，你现在的结界之术也是没办法救喵喵公主的。可若能够借用诸葛家的灵魂疗伤阵，便可以一试。前辈，能否将这灵魂疗伤阵借我们用一下？”楚风赶忙看向诸葛家家主：“我们都要离开这里了，楚风小友若想用，你们随便用。”诸葛家家主说话间，将一把结界钥匙递给了楚风，还有诸葛家领地的地图。随后简单的寒暄一番之后，诸葛家家主便率领着诸葛家众人离开了诸葛家的领地。转眼间，这辽阔的诸葛家领地竟只剩下了楚风等几人。虽然那恢宏的宫殿群建在，可楚风等人仍是觉得有些空旷。在诸葛家众人离开后，楚风也是凭借地图很快找到了那所谓的灵魂疗伤阵。根据阴刃大师解释，这灵魂疗伤阵也是诸葛光耀的手笔，虽是疗伤阵法，可却可以增强灵魂的力量。若是做其他事情，可能此阵无用，但若是想将仙喵喵从笑笑公主体内剥离出来，这灵魂疗伤阵便有用，但是也需要做一些手段。阴刃大师提供了一座阵法图，由他与念天道人、圣光不语、圣光白眉一同在这座灵魂疗伤阵内布置。楚风与笑笑公主则在这阵法之内，待这阵法布置完成，再由圣光白眉、圣光不语、念天道人帮忙催动，便可以借助此处灵魂疗伤阵的力量，从而开始将仙喵喵的灵魂从笑笑公主的体内剥离而出。只是布置这座阵法也是需要一些时间。而在楚风等人布阵之际，诸葛家大军已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座家园。为了不被他人发现，诸葛家特意绕路，向一处较远的远古传送阵行去。通过那座远古传送阵传送，不会留下踪迹。虽然躲过一劫，可是此时诸葛家众人的脸色并不好看，尤其是小辈们，许多更是泪流不止。毕竟要离开生存多年的家园，而且可能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心中自然不舍。哭什么？只要人在，走到哪里都是我们的家园。灭族大劫，我们都躲过去了，现在只是搬个家而已，你们哭什么哭？丢不丢人？谁在哭，就给我滚出去！一声呵斥，自一座浮空战车扩散而去。这个声音响起之后，那些哭泣的小辈则是赶忙闭上了嘴巴，不敢再发出一点声音。毕竟这可是诸葛家家主的怒斥。哎呦，诸葛家家主可真是好大的火气啊！可就在此时，一道苍老的声音忽然响起，顺声观望，诸葛家所有人都是脸色大变，所有长老从各自所在的浮空战船飞掠而出，整齐列阵。就连诸葛家家主也是立刻走了出来，整个诸葛家已是进入了备战状态。因为当那道身影响起的同时，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诸葛家大军的前方，刚好拦住了诸葛家的去路。诸葛家的大军望着那拦路的身影，皆是面露不安之色，同时汹涌的敌意也是释放而出，不因别的，只因这位拦路之人，他们都认得，这乃是九魂天河大名鼎鼎的界灵师黑煞。诸葛家家主同样眉头微皱，如临大敌，因为眼前这位，哪怕是他也没有把握战胜，毕竟这可是凶名赫赫的黑煞老魔。诸葛家主，许久不见，别来无恙啊！黑煞老魔笑眯眯的开口了。
那个样子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好友在寒暄，可诸葛家家主却仍是一脸的警戒。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你早就盯上我诸葛家。诸葛家家主凝声问道。诸葛家之人赶路，明明隐藏了身形，可还是被黑煞老魔发现，这说明他早就盯上了。别这么紧张，老夫来此并无恶意，只要将诸葛光耀的秘宝和司徒琪留下的东西交出来，你们想去哪就去哪，老夫绝不阻拦。黑煞老魔眯着双眼说道。可他此话一出，诸葛家的大军之中则是爆发出了磅礴的寒意。话已至此，他们已是确定了黑煞老魔的来者不善，自然也不会客气。不过哪怕那汹涌的寒意不断向他冲击而来，可黑煞老魔却是面色不改。黑煞，司徒琪大人只留下过传承阵法，并没有留下什么宝物，而诸葛光耀大人能有当年的成就，完全是因为他的天赋。至于所谓的秘宝，从始至终就只是谣言。你黑煞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至于连谣言都听信吧？诸葛家家主说道。诸葛家主，有一句话你说对了，老夫乃是有头有脸的任务，所以自然不会听信谣言。正因为不听信谣言，老夫才知道诸葛光耀留下的秘宝乃是真实存在的，而司徒琪也并非只留下了传承阵法，念在相识多年，之前也有合作。老夫现在给你两条路，要么将我要的东西交出来，我放你诸葛家一条生路，要不然老夫将你诸葛家屠灭于此，我自己将老夫想要的东西找出来。黑煞老魔说道。黑煞，同样是八品武尊，你真以为我会怕你不成？诸葛家家主说话之间便亮出了尊兵，同时也将他的威压释放而出。诸葛家主，莫要以卵击石，你知道你不是老夫的对手。黑煞老魔讽刺一笑，可眼中却是涌现出了一抹寒意。同样是八品武尊的威压释放而出，排山倒海一般向诸葛家的大军压迫而来。诸葛家家主轻哼一声，紧接着手中尊兵微微一颤，虚空震荡，竟直接将黑煞老魔涌来的威压直接震散。震散之后，诸葛家家主并未就此罢手，反而是身形一纵，手持尊兵向黑煞老魔冲击而去。而黑煞老魔也不怠慢，同样亮出尊兵，与诸葛家家主站在一处。起初二者身上皆是散发着八品武尊的气息，但是很快诸葛家家主身上有符咒纹路浮现，修为竟提升到了9品武尊的地步。可几乎与此同时，黑煞老魔身上黑焰缠绕，修为同样提升到了9品武尊的地步。这是二人各自的手段，虽真实修为皆是8品武尊，可是凭借各自的手段，都可将修为提升到9品武尊的地步。这样的交手，诸葛家众人根本无法参战，只能从远处观望。虽然看不清具体的交战经过，可是凭借界灵师敏锐的感应力，他们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家主与黑煞老魔战力相近。二者交战虽然互有压制，但总体来说却是处于均势，这让他们紧张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些希望。虽然黑煞老魔凶名赫赫，与慧智大师被誉为9魂天河最强界灵师，可实际上诸葛家家主的实力并不弱。这场交锋，诸葛家家主也是有极大可能获胜的。可是当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出现之后，那军事的对决却发生了转变。是黑煞老魔一番交战无果之后，他竟转变了对战方式，他收起武力，转而释放出了结界之力。而他的结界之力异常狂暴且凶猛，在其手中更是千变万化，哪怕诸葛家家主的尊敬武技施展的炉火纯青，威力极强，可在黑煞老魔的结界之力下，却是接连被迫，很快便打破军势。黑煞老魔开始压制诸葛家家主，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黑煞老魔的结界之力具备堪比9品武尊的战力，并且相比于诸葛家家主通过手段提升到的9品武尊，黑煞老魔的结界之力明显更强。尽管诸葛家家主尽力抗衡，可还是一个不慎，被黑煞老魔的结界阵法击中，不仅倒飞而去，那握着尊兵的手臂连同尊兵都是被斩断开来，被斩断握着尊兵的手臂。诸葛家家主战力变得更弱，眼见不妙，他也不恋战，虚晃一招便身形倒退。而值得一提的是，黑煞老魔并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停止了攻势。退回到诸葛家大军阵营的诸葛家家主脸色变得异常凝重，你竟踏入了龙变九重。诸葛家家主看着浑身缠绕结界之力的黑煞老魔，眼中充斥着惊恐。他知道现在的他已然不是黑煞老魔的对手，可是他知道黑煞老魔之前迟迟无法踏入龙变九重，是因为遇到了瓶颈，那瓶颈极难破解，很可能会伴随黑煞老魔一生。但现在来看，那瓶颈明显已经被其破解，不然不可能踏入龙变九重。可是正常来说，那瓶颈应该是无法破解的才对。你是瞎子吗？自己看不出来，老夫乃是龙变九重。黑煞老魔用那戏谑的目光看着诸葛家家主，是何人帮了你？诸葛家家主凝声问道。帮？说什么鬼话？凭借老夫的悟性突破到区龙变九重，还需要别人来帮忙？不妨告诉你，区龙变九重只是一个开始，要不了多久，老夫便会踏入神袍之列。提及神袍，黑煞老魔一脸的自信，而诸葛家众人则是面如死灰。面对这样难以战胜的敌人，他们怎能不惧？诸葛家主，我念你诸葛家乃是结界世家，我可以不计较你刚刚的不知好歹，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将老夫要的东西交出来，老夫放你们离开。黑煞老魔说道。黑煞，你可莫要小看老夫。然而诸葛家家主不甘示弱，只见其怒吼一声，结界之力自其断臂之处涌现，阵法覆盖，然后消失。此一时，他那断掉的手臂不仅再度出现，一把新的尊兵也是出现在其手中。尊兵握在手中，其战力立刻恢复。武力萦绕之际，诸葛家家主也是再度向黑煞老魔冲击而去。这一次，他又施展出了极为凶猛的禁忌武技，漫天的火焰遮天蔽日，但其中却又传来千军万马的呼喊，不仅威势惊人，攻势同样惊人，几乎以封锁之势从正面向黑煞老魔压迫而去。然而几乎就在他出手的同时，诸葛家的众人
却是像收到了命令一样，在长老的带领下，几乎所有族人立刻调转方向，以全力之姿催动着浮空战车以及浮空战船向来时的方向飞掠而去。他们是要逃，一切都是设计好的。诸葛家家主已经知道他不是黑煞老魔的对手，他是故意施展这样的攻势，想要遮盖黑煞老魔的视线，从而给自己的族人创造逃脱的机会。可是黑煞老魔阴狠的双眼闪烁着诡异的光芒，那是一种特殊的观察手段，哪怕可以遮挡视线的武技，在他这双眼睛面前也是形同虚设。虽然已经看穿，可黑煞老魔却是不慌，不仅不追，反而发出了一声冷笑，继续与诸葛家家主交手。而眼见着黑煞老魔没有阻拦之意，诸葛家众人还以为是他们的家主成功阻拦住了黑煞老魔。可是很快局面发生了变化，一阵轰鸣响起，无数碎片在虚空之上散落而下。原来是冲在逃脱最前方的浮空战船如同撞到了什么东西，突然撞成了粉碎。可是在他前方明明什么都没有，但机警的诸葛家众人还是赶忙停止前行，不敢再贸然前进。而几乎与此同时，自那浮空战车摧毁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结界屏障。那结界屏障起初面积非常之小，可是出现之后便开始迅速扩张，转眼间已是形成了一个极为巨大的结界屏障，浮现于天地之间。那结界屏障之大，覆盖天地数万米。这结界屏障不仅坚不可摧，看样子更是早就存在，是被人提前布置于此的。而这必然是黑煞老魔的手段。原来从一开始他们就已经被封锁住了退路，眼见着自己族人无法逃脱，诸葛家家主也不再无谓的战斗，而是退后之后满眼怨念的看向黑煞老魔。黑煞，你非要置我诸葛家于死地吗？诸葛家家主凝声问道。诸葛家主，老夫不是说了，只要你交出老夫要的东西，我可以放你们离开。黑煞老魔说道。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你黑煞要么不出手，只要出手从来不留后患，今日既对我诸葛家出手，又岂会放我们离开？诸葛家家主说道。听闻此话，那黑煞老魔则是放声大笑。当他收起笑容之际，那阴冷的杀意也是自其体内释放而出，充斥了整个被封锁的空间。既然早就知晓，又何必多次疑问呢？但是老夫倒是可以对你说句实话，将老夫要的东西交出来，我留你诸葛家所有人一具全尸。黑煞老魔说道。看着这样的黑煞老魔，诸葛家家主眼中出现一抹决意，随后他竟将手中的尊兵放开，而是将自己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只是此时他的结界之力却是有些特殊，宛如火焰一般在其周身升腾。黑煞，你今日之举必有后悔的一天。诸葛家家主这句话乃是咬牙切齿说出的。诸葛家众人随我布阵。话罢，他周身那如火焰一般燃烧的结界之力如同火山喷发一般自其体内喷涌而出，阵起。紧接着几乎诸葛家的所有人都是开始布阵，并且身上都是释放出燃烧着火焰的结界之力。老一辈还好，可是小辈们身上刚刚出现这种火焰结界，便露出痛苦之色，甚至许多人的容颜开始快速衰老，以生命为代价来与老夫抗衡。倘若老夫还是龙变8重，你们不是没有胜算，可是老夫乃是龙变9重。诸葛家家主，你真是糊涂了吗？还是被老夫逼的无路可走了？黑煞老魔就静静地看着诸葛家大军展示手段，并没有任何阻拦，也没有任何破坏的打算。虽说此时诸葛家众人展现出的威势非同一般，可黑煞老魔却是一脸的看不起，一双老眼之中满是轻蔑之色。镇河！忽然诸葛家家主大喝一声，那火焰结界便化作结界光柱，自诸葛家众人体内喷涌而出，开始在其头顶汇集。汇集之后，那结界阵法的威力不断提升，火焰结界也是变成了血红之色，并且还散发着血腥之气。黑煞老魔用鼻子嗅了嗅，再看看诸葛家众人，那痛苦万分，明明布阵，可却宛如灵魂都被抽干的模样。他也是眉头皱起，燃烧血液，真的要拼命与我一战？可是很快，他紧皱的眉头又舒展开来，并且嘴角扬起一抹玩弄的笑容。有趣，既然如此，就让老夫来看看你诸葛家以灭族之势来布置的阵法究竟有怎样的威力吧。黑煞老魔一阵冷笑，紧接着磅礴的结界之力也是自其体内释放而出，虽是气焰，可却如同守护者一般覆盖他的周围。他终于做好了应对诸葛家全力一击的准备。血红色的结界之力发出的怒吼响彻天地，血液翻腾，烈焰焚天，血色光华已然染红了天地。诸葛家以命为代价所布置的阵法终于发动，只是这阵法发动之后，黑煞老魔却是脸色大变，那阵法并未向他攻来，反而向诸葛家大军之内攻去，准确来说攻向了一个人，是诸葛飞鸾。诸葛家大军以全族生命为代价所布的阵法落在了诸葛飞鸾这个小辈的身上。诸葛飞鸾被那阵法覆盖之后，一阵传送之力涌现，紧接着他便消失在了原地。该死！见此一幕，黑煞老魔顿时面露凶狠，只见其右手捏诀，随后大袖一挥，那结界之力顿时化作无数道结界镰刀，向诸葛家大军挥砍而去。刹那间，鲜血喷涌，诸葛家大军之中大部人都被斩成了两段，命丧黄泉，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化作残肢自虚空飘落。那场面既恐怖又悲壮，哪怕少部分人并未被那结界镰刀砍中，却也是失去御空之力，自虚空之上坠落而下。落地之际同样没了动静，仔细一看，他们几乎全部骨瘦如柴，身上看不到一丝血肉，如同干尸一般，气息更是几乎丧尽，就算不被黑煞老魔攻击，也绝对活不成。此时先前还站立无数身影的虚空之上，便只剩下了一个人，那便是诸葛家家主。可就连诸葛家家主此时也是非常虚弱，居然是传送阵法。
老夫居然失算了。我若没猜错，那秘宝都在那诸葛飞鸾身上吧？黑煞老魔踏空而行，来到了诸葛家家主身前。杀了我吧，老夫不怕，因为飞鸾他必会为我族人报仇。诸葛家家主发出虚弱的声音，虽然声音虚弱，可他看着黑煞老魔时却是满眼的嘲讽。他知道他已经活不成了，所以根本不惧生死。一个小辈，老夫会怕他不成？至于你，自然活不成。话罢，黑煞老魔一只手直接洞穿了诸葛家家主的胸口。而这一刻，诸葛家家主也是发出痛不欲生的哀嚎。黑煞老魔看着那哀嚎的诸葛家家主，眼中尽是阴狠。老东西，和我玩手段，老夫不会让你痛快的死去。在诸葛家大军遭遇不测之际，楚风等人仍在阴刃大师的指挥下全力布阵。在几位界灵大师的努力之下，终于在半个时辰之后将那座大阵布置完成。大阵完成之后，由念天道人、圣光不语、圣光白眉在阵外进行催动，而楚风则是与阴刃大师还有笑笑公主进入大阵之内。进入大阵之内后，笑笑公主便服用特殊丹药，随后躺在了地上，而阴刃大师则是以笑笑公主为中心，再度开始布置阵法。现在念天道人三人催动的阵法只是一道借力阵法，通过这道阵法来得到灵魂疗伤阵的帮助。其实相比于那借力阵法，眼下阴刃大师所布置的阵法才是重中之重。这是一座与笑笑公主灵魂相连的阵法，因为现在仙喵喵属于昏迷状态，若想将她救出来，需要有人进入其中。楚风就是要通过这道阵法，以灵魂状态进入笑笑公主的灵魂之内，再从灵魂之中布置破解阵法，将束缚仙喵喵的密阵解开。唯有做完这些，才能顺利的将仙喵喵的灵魂也带出来。为了增强这座阵法的力量，阴刃大师更是将那块原本放在念天道人那里的远古魂石放在了阵法的阵眼之中。楚风，你真要进去吗？以灵魂状态进入其中，若他的阵法靠不住，你可是也会有危险的。观察之际，雨莎忽然开口，他是有些不太放心。这阴刃大师的结界之术很是精妙，这座阵法应该没有问题，而且我早就观察过了。想要救仙喵喵，从外面布阵是不行的。就如阴刃大师所说，我必须以灵魂状态进入笑笑公主的灵魂之内布阵才行，所以这可以说是救喵喵的唯一方法。楚风一直在一旁看着阴刃大师布阵，身为界灵师，楚风能够看得出来，这阴刃大师的布阵手法有多细腻。他乃是一位极为顶尖的界灵师，不说其他，只说这座让楚风以灵魂状态进入笑笑公主灵魂之内的阵法还是靠得住的。伴随一阵光芒涌现，复杂的阵法开始相融。当阵法彻底相融之际，那结界阵法已是布置完成。楚风小友，想救喵喵公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大祸。虽说此处灵魂疗伤阵能够给予你帮助，而你自身也有可以提升结界战力的手段，但结界战力不等同于结界之术，你的结界之术实际上就只是龙变六重而已。你进入其中，我会与你保持联系。丑话说在前头，若想救喵喵公主，务必要听从老夫指引。你听从老夫指引，若无法救出喵喵公主，老夫愿意命偿海。可你若不听老夫指引，导致喵喵公主或者笑笑公主出现三长两短，那可就怪不得老夫了。阴刃大师一脸凝重地对楚风说道。知道。楚风点了点头。楚风小友，若是准备好了，便躺在阵眼之中吧。阴刃大师对楚风说道。而楚风也是赶忙照做，躺在阵眼之中。刚刚躺在阵眼之中，那阵法便开始运转。楚风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抽离而出，他已是彻底化作了灵魂状态，随后进入了一道特殊的结界隧道。顺着结界隧道，楚风顺利地进入了笑笑公主的灵魂之中，并且很快看到了仙喵喵。虽然之前楚风就查探到了仙喵喵，也感应到了仙喵喵的状况，可眼下仙喵喵就近在眼前，楚风的内心有了不一样的波动。他有心痛，也有窃喜。心痛的是，仙喵喵活生生的一个人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可窃喜的是，仙喵喵的灵魂的确完好无损。若是能够将它带出去，仙喵喵恢复往常模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关键就是想将它带出去并不容易。仙喵喵周身有着一道极为强横的阵法，那是一种密阵，正是这密阵束缚住了仙喵喵。那密阵使得仙喵喵的灵魂与笑笑公主灵魂彻底相融。若想带仙喵喵的灵魂出去，就必须将这束缚密阵解开。但解开这密阵可不容易，这就是为何楚风需要以灵魂状态进入此处的原因。楚风小友，可以开始布阵了。就在此时，阴刃大师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因为事先阴刃大师就传授了楚风一套破解这束缚密阵的破解阵法，所以楚风接到提示便立刻开始布阵。楚风以灵魂状态进入此处，自己的结界之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制，但是好在有灵魂疗伤阵的加持，倒也不至于被压制的太弱。再凭借楚风对结界之力优于常人的掌控力，倒也并未花费太多时间，楚风便将那座破解阵法布置完成。但是楚风发现，这阵法虽然布置完成，并且布置的完美无瑕，可是这座破解阵法并不能直接破解那束缚住仙喵喵的密阵。真不愧是楚风小友，虽然只是龙变六重，但却能如此完美的布置出这座破解阵法。看来喵喵公主获救有望了。既然这座阵法能布置得如此出色，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楚风小友，接下来的事情对于你而言很是简单，你只需要用你的灵魂来链接你亲自布置的破解阵法和束缚喵喵公主的密阵，再由老夫从外面催动阵法，就可以解开束缚喵喵公主的密阵。只要你能承受得住两座阵法的拉扯，喵喵公主便能够脱困。阴刃大师的声音再度响起。阴刃大师，若是我的灵魂无法承受两座阵法的拉扯，将会如何？楚风问道。承受两座阵法拉扯，必然会承受痛楚，但以楚风小友的毅力，
应该是能够承受的。老夫催动阵法的同时，也会辅助楚风小友，你只需要放任结界之力进入你体内，不要进行抵抗，应该是不会出现意外的。阴刃大师说道。阴刃大师，我其实看过了，虽说你束缚喵喵的秘阵的确复杂，但是其实也有其他破解之法，不如让我自己来尝试一下，也许用我的方式也能够将喵喵救出来。楚风说话间便释放出结界之力，准备按照自己的方式来重新布置一座破解阵法。楚风小友，切勿胡来，不是说好了，若要救喵喵公主，你就听从老夫的话吗？你这样不听话，可是会害了他们的。见楚风竟要自己重新布阵，阴刃大师赶忙开口劝阻。大师，喵喵和笑笑公主都是我楚风朋友，我比你更在乎他们的安危，所以大师还是允许我用我的方式来救喵喵吧。楚风一边说话，一边继续布置阵法，全然不顾阴刃大师的劝阻。忽然，一股灵魂之力涌现，一道身影出现在了此处。此人不是别人，竟然是阴刃大师。阴刃大师，你也能以灵魂状态进入此处？楚风看到阴刃大师，虽然语气有些惊讶，可是楚风的反应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意外。老夫进入此处会承受极大的压力，不仅老夫会有危险，笑笑公主以及喵喵公主都会有危险，非到万不得已，老夫不会进来。阴刃大师对楚风说道，言外之意就是楚风不听话，他才进来的，是在责怪楚风。而楚风能够感觉到阴刃大师的灵魂之力，虽进入了此处，可是他的力量的确弱了很多，相比于自己，阴刃大师的力量被压制的更多。楚风小友，你为何如此不听话？老夫传授你的阵法，你明明已经布置成功，只要听从老夫的指引，就能救出喵喵公主了，为何非要胡来？阴刃大师十分不解地质问着楚风。大师，原来在你自己布置的阵法之中，你的实力也会被压制啊？楚风没有回答阴刃大师，反而问起了自己好奇的事情。这与是谁布置的阵法没有关系，而是与阵法自身有关。就算是老夫布置的阵法，可却也要受阵法的规则限制。阴刃大师说道。原来是这样。楚风点了点头，随后楚风的目光忽然有所变化。阴刃大师，你到底有何目的？楚风忽然问道。小友，你在说什么？阴刃大师面露不解。大师，你真当我楚风傻吗？你传授我的阵法的确是破解阵法，可是你别忘了，我也是界灵师，虽然很是隐秘，但我还是看出来了，你传授我的阵法表面是破解阵法，实际上却是束缚阵法。这束缚阵法乃是隐藏状态，可若是与束缚喵喵的束缚秘阵相连，束缚阵法便会被唤醒，两阵相连，威力大增。你让我以我的灵魂链接两座阵法，又让我不要抵挡结界之力涌入，分明就是让我跳入陷阱，又要我束手就擒。楚风说道。你早就看出来了。这一刻，阴刃大师的脸色有了变化。你的手段很高明，我之前也无法确定，但是现在我能够确定了，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真的让我救出喵喵，你是想让我也被困在此处。楚风说道。此时阴刃大师的脸色彻底转变，没有了之前的紧张和不安，反而是一脸的阴森。这是楚风第一次看到阴刃大师露出这样的表情，这与之前见到的阴刃大师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但楚风知道，这应该才是这位阴刃大师真正的面目。既然你看穿了，老夫也就不与你废话了。话罢，阴刃大师大袖一挥，磅礴的结界之力便向楚风冲击而来。虽然他的结界之力弱了很多，可还是拥有龙变八重的结界之力。至于楚风，他进入此处，结界之力同样受到了弱化，再加上他是龙变六重，哪怕凭借结界血脉和九龙圣袍，他的结界战力也只是能够达到龙变七重，自然无法与龙变八重的结界之力抗衡。从表面的实力来看，此时的楚风就宛如年板上的鱼肉，只能受着阴刃大师宰割。然而面对阴刃大师的攻势，楚风却是面无惧色。当那结界之力靠近之后，楚风大袖一挥，阴刃大师的结界之力竟然瞬间消散。看到这一幕，阴刃大师原本自信的老脸之上涌现出一抹震惊，因为他惊愕地发现楚风的结界战力不是龙变七重，而是龙变八重。你隐藏了修为，你得到传承后并非是龙变六重，而是龙变七重。阴刃大师对楚风质问道。对，得到司徒齐大人的传承后，我的结界之术就已经达到了龙变七重，我是故意隐藏一重修为，就是为了让你大意。楚风说道。这么说来，你早就察觉到了？阴刃大师问道。不能确定，但我总觉得你不可信，留一手以防万一。但我也没想到你竟如此狠毒，竟想将我也困在此处，帮助笑笑公主应该也只是一个骗局，你必然另有其他打算。我若没有猜错，就连笑笑公主也是被你欺瞒在了其中。说吧，你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楚风问道。老夫若是不说，你能如何？阴刃大师问道。不说就打到你说。楚风此话说完，目光立刻转冷，随后磅礴的结界之力便开始向阴刃大师压迫而去。而阴刃大师也是不甘示弱，转眼间二者就在此处战成了一片。只是因为阵法所限，他们二人的能力都是得到了一定限制，只能使用最纯粹的结界之力进行对决，而无法使用太多的结界阵法。虽说阴刃大师的结界之力得到了压制，可是他的实力仍然极强，比楚风预想的要强。眼下楚风与阴刃大师都在释放着结界之力，全力对决，但是却难以伤到对方，二人陷入了僵局之中。可就在此时，又有一道虚影出现在了此处，出现之人乃是笑笑公主。笑笑公主并非灵魂状态，而是映射进来的虚影，可是她的身上却散发着极为强大的力量，毕竟这是她的灵魂，也就是她的主场，再加上阵法的加持，她拥有这种力量也不意外。笑笑，快帮我收拾掉这楚风，这楚风不顾及你的安危，要强行将仙喵喵救走，若是让他得逞，你会死的。见到笑笑公主出现，阴刃大师赶忙说道。笑笑公主，你别听他的，此人居心叵测，想将我困在此处，依我看他的目的根本就没那么简单，
就连你也是他的傀儡，帮我除掉此人。就算没有他，我也可以将喵喵从你灵魂之中剥离而出。至于你的病，我会想其他办法帮你医治。楚风对笑笑公主说道。笑笑公主环顾二人，眼中有着明显的犹豫，可是最终她做了决定，身形一纵，来到了楚风的身旁。但就在其来到楚风身旁之后，笑笑公主却是抬手一掌拍在了楚风的胸口之上。楚风只感觉灵魂倒飞而去。当自己身形稳住之时，他惊愕地发现自己已是离开了笑笑公主的灵魂，回到了自己的肉身之中。而就在此时，笑笑公主也从阵法之中爬起身来。同样的，原本站立不动的阴刃大师也是转头看向了楚风。显然，阴刃大师也是回到了本体。你为何要这样做？楚风看着笑笑公主，他已经意识到了一些不对劲。刚刚笑笑公主的力量明明可以帮他击败阴刃大师，可是他没有那样做。虽然没有帮阴刃大师，但却也没有帮自己。抱歉，楚风，我知道你很想救喵喵，可是我也不想死。笑笑公主说道。所以，你早就知道阴刃的计划，从一开始你就没有想过真的帮我？你是在帮阴刃？楚风对笑笑公主质问道。虽说楚风一心想要解救仙喵喵，可是却并没有真的打算不顾笑笑公主死活。楚风还是将笑笑公主当做朋友的，他是想着先救仙喵喵，再想办法帮笑笑公主。但现在的情况却让楚风十分失望。我并没有想过伤害你，但是我也不想死。你若要误会我，那便误会吧。笑笑公主说道。公主，你还不懂吗？这楚风只想救他的仙喵喵，根本就不顾你的死活。对于这种人，你又何必与他解释太多？让老夫来收拾他。阴刃大师说话间，龙变八重的结界之力便释放而出，将楚风封锁了起来。感受着那封锁住自己的结界之力，楚风也是眉头微皱。他能感觉到阴刃大师的结界之力非常的强，虽然是龙变八重，可是比之刚刚却强大了许多，甚至强大到连楚风都没有把握抗衡。楚风、念天道人他们全力在外面催动阵法，而我这阵法又有隔绝作用，所以根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你乖乖束手就擒，避免承受太多痛苦。阴刃大师对楚风说道。束手就擒，让我与喵喵一样被束缚在笑笑公主的灵魂之中吗？真是没有想到，不仅喵喵是你的救命良药，就连我楚风也是。楚风看向笑笑公主。阴刃大师，楚风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真的想要将楚风的灵魂也束缚在我的灵魂之中？可是你之前与我说好了，无论如何都不会伤害楚风的吗？笑笑公主看向阴刃大师。你们要伤害谁？可就在此时，一道声音炸响，紧接着那覆盖此处的阵法也是被摧毁开来。在残存的结界之力飘散之际，念天道人、圣光不语以及圣光白眉三人的身影也是浮现而出，并且立刻来到了楚风的前方。阴刃，你真当我们如此信你？你叫我们催动阵法，我们就乖乖的催动阵法，不管楚风少侠死活吗？实不相瞒，念天道人早就发现了你那座阵法有隔绝的力量隐于其中，没有揭穿你，就是在等着你们露出丑陋的真面目。圣光白眉说道。阴刃大师见状，笑笑公主也是有些慌了，不由得站在了阴刃大师身后。虽说阴刃大师对她说过有手段可以逃脱，可那个时候是在圣光白眉等人修炼的时候，现在圣光白眉等人就盯着他们，他也不知道阴刃大师所说的逃脱手段是否还能奏效。公主莫慌，有老夫在呢。然而相比于笑笑公主，阴刃大师却十分淡定，他淡定的程度甚至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原来你们从一开始就都在防着老夫，还真是不地道啊。既然如此，那老夫也不用和你们讲情面了，刚好老夫对你们也早就容忍够了。阴刃大师此话说完，那微眯的双眼落在了圣光白眉的身上，眼中一股刺骨的寒意映射而出。容忍够了？巧了，老夫对你也早就容忍够了。圣光白眉剑眉倒数，说话间他的气息释放而出，起初是8品5尊，但是伴随特殊气焰自其体内涌现，他的修为提升到了9品5尊，那是圣光一族的血脉之力。凭借圣光一族的血脉之力将修为提升到9品5尊后，他也不再废话，身形一纵，直接来到了阴刃大师的面前，对着阴刃大师的面门轰出了一拳。他早就看阴刃大师不爽了，直接抹杀阴刃大师。他觉得便宜了阴刃大师，他就是要拳拳到肉，想用自己的拳头将阴刃大师给轰成肉泥。一拳轰出，空间都为之碎裂。可就是这样凶狠的一拳，阴刃大师抬手一握，竟直接给挡了下来。见此一幕，楚风等人皆是面露惊容。阴刃大师此时也是散发出了他的武者气息，他的修为竟然与圣光白眉一样，也是9品5尊。实际上，当他的修为展现之后，莫说楚风等人，就连笑笑公主的小脸也是有了明显变化。显然就连他之前也不知道阴刃大师竟然拥有如此修为，他绝对是故意隐藏了自己的真正实力。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他们可就是不是吃惊那么简单。只见阴刃大师手掌一握，咔嚓一声，圣光白眉的拳头竟被阴刃大师硬生生的捏成了粉碎。圣光白眉，你只是用你族血脉提升到的9品5尊，而老夫却是真正的9品5尊，你拿什么来与老夫抗衡？阴刃大师以鄙夷的目光看着面前的圣光白眉，且此话说出之际，他的气息再度提升，他的战力在9品5尊的基础上又提升了足足1品。虽然没有踏入半神境，还在5尊的范畴之内，可是这样的战力，寻常的9品5尊在他面前皆是没有一战之力。糟了，还是小看他了。看着这样的阴刃大师，在感受那覆盖天地的强大气息，楚风也是暗叹不好。面对这样的阴刃大师，他们在场之中几乎没有一人能够抗衡。忽然，圣光白眉也是发出一声惨叫，是阴刃大师。他施展武力的同时，身上竟也释放出了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化作10把利剑，穿透了圣光白眉的肉身。可要知道，
就算圣光白眉被压制，可他的修为却也是九品武尊，龙变八重的结界之力根本无法伤他。而之所以能够如此，乃是因为阴刃大师的结界之力并非龙变八重，而是龙变九重。这个家伙看着这样的阴刃大师，圣光不语和念天道人的眼中也是露出恐惧之色。他们虽然早就知道阴刃大师不简单，但却没有想到阴刃大师竟强到了这种地步，九品武尊的修为还能提升一品战力，同时居然还是龙变九重的界灵师。他这样的实力，就算刚刚那些司徒界灵门的人，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不过好在阴刃大师控制住圣光白眉后，并没有直接下毒手，而是看向了楚风。楚风小友，其实事情还没有到不可回转的地步，老夫也并没有想过杀你，只是要你的灵魂有用罢了。你乖乖束手就擒，配合老夫一下，只要你配合，老夫就饶了你这些朋友一命，你看如何？阴刃大师对楚风说道。你要我如何配合？楚风问道。很简单，老夫重新布置阵法，你便再进入公主的灵魂之中，然后你按照老夫之前的要求照做即可。阴刃大师说道。你要我的灵魂，应该不是帮笑笑公主治病，甚至让我提升结界之术，也是你故意为之，你到底有何目的？楚风对阴刃大师问道。既然你如此聪明，为何不自己猜呢？阴刃大师没有回答，反而嘴角再度扬起一抹笑容，只是他的这抹笑容却是极为邪恶。看到他此时笑容，人们感受不到他之前的和善，反而会不寒而栗，同时一股极为恐怖的气焰也是封锁这方天地。这种感觉让楚风十分不安，不仅是楚风，就连圣光不语和念天道人也同样满脸的不安。显然他们都没有逃脱的此处的能力。小鬼，你似乎需要帮忙啊！可就在此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当这道声音响起之后，楚风内心顿时大喜。前辈，您愿意帮我？楚风赶忙回应，因为那乃是神鹿的声音。虽说阴刃大师实力极强，并且已经彻底封锁了这片天地，但倘若神鹿愿意出手，楚风有着绝对的把握可以逃离此地。对于楚风的话语，神鹿没有回应，可是一股熟悉的力量却是自楚风体内涌现，却覆盖楚风全身，那正是神鹿的力量。阴刃大师注意到了楚风的变化，不由得看向了楚风。楚风，听老夫一句劝，乖乖束手就擒，别想再耍花样。阴刃大师对楚风警告道。可楚风却发出一声冷笑，并且那笑容还十分嘲讽，不知好歹。阴刃大师察觉不对，抬手便释放出结界之力，想要布置束缚阵法将楚风困住。可就在他出手之际，只见一道流光掠过，下一刻阴刃大师和笑笑公主皆是傻眼了。不仅楚风消失不见，念天道人、圣光不语以及原本在其面前的圣光白眉竟然全都不见了。刚刚那是什么？那楚风身上竟然还有如此力量？阴刃大师打量四周，一双眼眸若有所思，显然他也没有料想到楚风能够以这种方式逃脱。但是短暂的震惊之后，他并没有太过气愤，反而很快嘴角扬起一抹诡异的笑容。这样一来反而更加有趣了。阴刃大师说话之间更是伸出舌头舔了舔自己的嘴唇。此时的他与之先前的他已是彻底变了一个人。如果说之前的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界灵大师，那么现在的他便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恶魔。阴刃大师，你是何时踏入这种境界的？还有你要楚风的灵魂是有何用？就在此时，笑笑公主开口了。显然他对这位阴刃大师也并不了解。公主，不该问的还是别问。阴刃大师忽然转头看向了笑笑公主，而看着此时的阴刃大师，笑笑公主也是身躯一颤，不由得连续向后倒退数步。眼前的阴刃大师虽然面容没有变化，可是那目光与神态却与他所熟悉的阴刃大师判若两人。哪怕是他看到此时的阴刃大师，也是感到不寒而栗。而就在此时，突然有一道身影出现在天际之上，并且很快便落在了不远处。看到这位原本已与阴刃大师保持距离的笑笑公主，则是赶忙回到了阴刃大师身后，因为此人笑笑公主认得，他乃是黑煞老魔。你怎么会在这里？笑笑公主凝声问道。然而对于笑笑公主的质问，黑煞老魔并未理会，而是径直地向他们走来，这让笑笑公主也是十分紧张。虽说阴刃大师已经展现出极强的实力，可是黑煞老魔凶名赫赫，乃是真正的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面对这种存在，他也不确定阴刃大师是否能够抗衡。可是接下来的一幕却是让笑笑公主目瞪口呆，一双美眸之中已不仅是震惊，而是迷茫。只见黑煞老魔靠近之后，并没有动手的意思，反而扑通一声半跪在了阴刃大师面前。属下黑煞拜见大人。眼见着黑煞老魔这种连九魂圣族面子都不给的家伙，居然跪在了阴刃大师面前，笑笑公主脸色顿时变得惨白。她猛然间意识到了什么，于是她二话不说，手掌出现了一道结界符印，同时一阵传送之力也是涌现而出。可突然一只苍老的手抓住了她的手腕，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结界之力强行涌入她的胳膊，顺着她的胳膊进入手掌，硬生生的将她掌心的阵法破坏掉。公主，你这是要去哪啊？阴刃大师笑眯眯的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笑笑公主凝声问道。公主，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听话，老夫不会做伤害你的事。阴刃大师此话说完，一股结界之力再度涌现，一座结界阵法将笑笑公主所束缚。这一刻，笑笑公主的结界之力以及武力都被封锁了起来，虽然并没有将她捆绑起来，可是现在的她却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在阴刃大师面前根本没有逃脱的机会。做完这些，阴刃大师将目光投向黑煞老魔。怎么样，拿到了吗？阴刃大师连让黑煞老魔起身的意思都没有，就那样居高临下的发问。他显然早就适应了这样的关系，任凭黑煞老魔再大名鼎鼎，可在他眼中却只是他的手下。而听闻此话，
黑煞老魔居然连冷汗都流出来了。别告诉我你失败了！阴刃大师的眼中立刻有怒火涌现。见状，黑煞老魔另一只腿也是跪在了地上，不仅双膝跪地，更是趴在了地上。大人，诸葛家那老东西太狡猾了，他诸葛家以全族性命为代价，我以为他要来和我鱼死网破，却想不到那是传送阵法。他们以全族性命为代价，将诸葛飞鸾传送走了。我猜那秘宝也在诸葛飞鸾身上。不过大人，诸葛家家主还没有死，若是由大人您来审问，也许他会说出诸葛飞鸾的藏身之地。黑煞老魔说话间，取出一个球形的结界阵法，结界阵法飘到半空，随后砰的一声爆炸开来。下一刻，无数道身影浮现在虚空之上，看着那漫天的身影，就连笑笑公主也是呼吸变得急促，受到了惊吓。那密密麻麻的身影全部都是诸葛家的人，但现在却都变成了尸体，并且死相非常难看。不过还有一个活着，是诸葛家家主，但诸葛家家主的模样却比死去的族人还要惨。黑煞老魔探手一抓，将诸葛家家主抓了过来。诸葛老贼，快说，诸葛飞鸾去了哪里？黑煞老魔抓住诸葛家家主的喉咙，狠狠地问道。诸葛家家主十分虚弱，但却并未理会黑煞老魔，而是将目光看向阴刃大师。居然是你们！看到阴刃大师和笑笑公主，诸葛家家主忽然变得激动起来。看到黑煞老魔居然跪在地上，他已经大概明白了事情的经过。诸葛家主，不要用你们这个词，这件事与楚风小友无关，与笑笑公主也无关，但的确与老夫有关。阴刃大师说道。你倒是敢做敢当。阴刃，老夫何时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要灭我全族？诸葛家家主虽然声音虚弱，可仍能感受到他的怒火。诸葛兄，望你纵横修武界这么多年，居然问出这种不过脑子的话。倘若你愿意直接交出秘宝，诸葛家何必遭此大劫？要怪就怪你不识好歹，况且你诸葛家族人之死都是你害的啊，怎能怪我呢？这样吧，你告诉我诸葛飞鸾会去哪，我不仅留你一命，还会帮你诸葛家重创辉煌。阴刃大师说话间走到了诸葛家家主的身旁。嘿，你这个畜生，有什么手段你就尽管使出来，老夫若在你面前惨叫一声，都不配做诸葛家的人。诸葛家家主不仅发出怒骂，一大口口水更是吐向了阴刃大师，而阴刃大师并没有闪躲，所以这一口口水刚好落在了他的脸上。都这个样子了，又何必逞强？阴刃大师也不生气，抬手将脸上的口水抹去，随后探手一抓，手掌抓在了诸葛家家主的脑袋上。见此一幕，笑笑公主赶忙将脸转了过去，不忍再看。可是超出意料的一幕发生了，阴刃大师并没有杀死诸葛家家主，反而在为其疗伤。大人，你这是……就连黑煞老魔不解的看向阴刃大师，没用的东西，他愿用全族性命来让诸葛飞鸾逃脱，现在又岂会说出诸葛飞鸾下落？但若是他还活着，就不怕找不到诸葛飞鸾。那孩子不像是一个没有情义之人。阴刃大师说道。混账，我要杀了你！听闻此话，诸葛家家主顿时明白了阴刃大师的打算，使尽全身力气想要攻向阴刃大师。他是想激怒阴刃大师，让阴刃大师杀了自己。可是奈何他在阴刃大师强大的力量面前，根本起身的力气都没有。别挣扎了，你现在应该祈求诸葛飞鸾是个绝情之人，那样你诸葛家才能延续。阴刃大师笑眯眯地看着诸葛家家主，眼中满是阴险。经过一番治疗，诸葛家家主的伤势稳定了下来，不会再有性命之忧。可是他却被阵法所困，想死都死不了，该怎么做？还用我叫你吗？阴刃大师看向黑煞老魔，大人，我若光明正大的用诸葛老贼的性命来引出诸葛飞鸾，我怕会有人替他们出头。黑煞老魔说道。你怕他们，不怕我。阴刃大师双眼微眯起来。黑煞不敢，大人，黑煞一定照办，不会让大人失望。见状，黑煞老魔赶忙跪在了地上，甚至身躯都开始发起抖来。他非常惧怕阴刃大师。黑煞呀，老夫是很看好你的，你可莫要再让老夫失望了。如若不然，你体内的毒物再度发作，老夫恐怕也救不了你。阴刃大师说道。大人，黑煞对你忠心耿耿，请您务必相信黑煞的忠心啊。黑煞老魔连连说道。我不喜欢只会动嘴的人。去吧，将诸葛飞鸾找出来，只要拿到那秘宝，老夫就帮你解毒。阴刃大师说道。大人放心，黑煞必定竭尽全力。听到解毒二字，黑煞老魔双眼都变得明亮起来。去吧。阴刃大师挥了挥手，而黑煞老魔则是将诸葛家家主以及诸葛家众人尸体收走，便离开了此处。此时这里便只剩下了阴刃大师与笑笑公主两个人。你到底是什么人？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人，笑笑公主再度问道。老夫曾是被你九魂圣族看不起的人，所以我更名为隐忍，只是你们误以为老夫叫做阴刃罢了，但实际上老夫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才是老夫真正的身份。阴刃大师此话说完，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竟将自己的右边眼珠扣了下来。鲜血喷溅之际，一道结界门竟浮现而出，那结界门乃是透明的，能够看到里面的情况。那里面是一个结界牢笼，结界牢笼之内困着一个人，此人被136道特殊的结界钉子钉在了特殊的黑色的结界木板之上。笑笑公主并不认得此人，可若是楚风在此，绝对一眼便能认得出，此人乃是楚风的师尊牛鼻子老道。136根结界钉子竟是用136种材料打造，融合了136种阵法，每一根结界钉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这钉子穿过牛鼻子老道肉身，看似很辣，可实际上眼下这结界钉子却有着源源不断的柔和力量涌出，滋润着牛鼻子老道。所以别看牛鼻子老道是被困住了，可他的状态不仅不虚弱，反而精神饱满，比平常状态还要更加的精力充沛。袁空兄，刚刚发生的你应该全都看到了吧？你收弟子的眼光真是不错，你那弟子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阴刃大师对牛鼻子老道说道：“他原来早就知道楚风与牛鼻子老道的关系，这就把你吓到了吗？我告诉你，那还不是那小子真正的本事。司马相图，你现在就算求饶也是没用，楚风那小子不会放过你的。”牛鼻子老道说道：“原来这阴刃大师便是司马相图。这司马相图与牛鼻子老道小辈之时便是好友，二人皆是天才界灵师。曾经他乃是牛鼻子老道最信任之人，可随着牛鼻子老道成为祖武天和最强界灵师，司马相图却心生嫉妒。在牛鼻子老道与悟道圣尊生死比试之前，这司马相图给牛鼻子老道准备了一碗毒汤，使得牛鼻子老道发挥失常，败给了悟道圣尊。自那之后，世人皆以为牛鼻子老道死了，悟道圣尊理所应当的成为了祖武天和最强界灵师，而至于幕后黑手司马相图，却离开了祖武天河，改名换姓来到了九魂天河。牛鼻子老道这么多年一直在寻找司马相图，也终于被他调查到了司马相图的线索，并且当初在龙市与楚风告别，他就是要找司马相图，这一找还真就找到了。只是如今的司马相图却早已今非昔比，实力大增，牛鼻子老道不敌，反而被司马相图抓了起来。司马相图用自己的眼睛为牢笼阵法，不仅将牛鼻子老道随身携带，他所经历的事情，牛鼻子老道也是看得清清楚楚。袁空兄，你真的是变了，以前的你可不是这么爱吹牛的。楚风的天赋的确惊为天人，莫说圣光天河，就算九魂天河也是无人能及。只是一个刚刚在老夫面前只能落荒而逃的小家伙，有值得我惧怕的地方。司马相图说道：“你这样说，是因为你并不了解楚风，他与那些家族少爷可是不同，只要他不死，那么死的必然就是他的敌人。司马相图，你已触碰到他的逆鳞，就算求饶也是无用，做好受死的准备吧。”牛鼻子老道十分自信，就仿佛他已经看到了司马相图的死期。你说的对，若是给予楚风成长的空间，那还真是不好对付。不过楚风如此重情重义，若是让他知道了他的师尊在我手里，你说他不会自投罗网吗？司马相图笑眯眯地说着，眼中尽是阴险。可牛鼻子老道却是丝毫不慌，楚风定然会来救我，只是那小子不会打没准备的仗，你若要用老夫来引他，那你需要祈求他最好不要来，若是他来了，倒霉的必然是你。牛鼻子老道说道：“吓唬我吗？激将法，若是觉得这样的话能够吓到我，那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袁空兄，你应该知道你与楚风的灵魂对我来说有多大的用处，所以别慌，我不会杀了你的弟子，现在也不屑于用你来引着楚风，反正他与你一样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司马相图说此话的时候，嘴角扬起一抹极度的自信的笑容，而牛鼻子老道也笑了。虽被司马相图困住，可他似乎根本就不惧怕司马相图。你要灵魂何用？就在此时，倒是笑笑公主开口了，她已经察觉到，其实就连她与仙喵喵也同样是被阴刃大师利用罢了。姑娘，她是修炼了一种特别的功法，需要优质的灵魂为她所用，你还真以为她会帮你治病？她只不过是想让你的灵魂更强，从而为她所用罢了。牛鼻子老道对笑笑公主说道：“你要用我的灵魂练功。”笑笑公主看向司马相图，没错，她说就是真的，只是你九魂圣族的人对我有用的可不多，所以不能让你九魂圣族团聚了。你九魂圣族注定要死很多人。司马相图说道：“我九魂圣族待你如此之好，你为何要这样做？你还有良心吗？”笑笑公主怒声骂道。可司马相图却是不屑一笑：“良心能当饭吃吗？你父亲若有良心，也不会成为九魂圣族族长。你九魂圣族做的肮脏事，可比我做的多着呢。就算是你，也没真的做过多少好事吧？我的笑笑公主，既然大家都是相互利用，又何必在这里谈那些大道理？”司马相图此话说完，便探手一抓，将笑笑公主也是放入了困住牛鼻子老道的牢笼阵法之中。随后阵法变化，化作眼珠，回到了司马相图的空掉的眼中。那眼珠完好无损，根本看不出它是牢笼阵法。与此同时，楚风等人已是来到了另外一处地方，是神鹿带他们来到这里的。前辈，求您了，将您的力量借我一用吧，就这一次，只要将笑笑公主救出来即可。前辈，只要您帮我这一次，您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楚风对神鹿祈求着，实际上他已经祈求很久了。神鹿虽然救了他，可刚刚却非楚风自己掌控那力量，这就是为何将笑笑公主留下的原因。先不说楚风与笑笑公主本就有些交情，关键仙喵喵与笑笑公主共存亡，楚风自然不愿意将他们丢在那里不管。可他们现在并没有能抗衡阴刃大师的能力，除非神鹿还愿意将他那深不可测的力量借楚风一用。小子，本神救你已是给足你面子，现在居然还想本神将力量借你去救人，要不要本神直接出手帮你将那老头除掉？神鹿终于开口，只是声音却尽显不悦：“前辈晚辈实在是……”楚风还想解释，不想就此放弃，可楚风话未说完，那神鹿便再度开口：“小子，你搞清楚状况，本神愿意帮你，是看你还有几分天赋，帮你是情分，但却不是义务。那是你朋友，可不是本神朋友，你要救你朋友，就靠你自己的本事，本神没那么多时间管你的闲事。另外，本神提醒你一句，本神对你的考验快到时间了，若还不能成长到本神满意的地步，那也就是你不配得到本神的力量，本神就另寻他人了。”神鹿说道。